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俊谷。我现在是来到山西晋城的黄沙底村了。大家抬头往那上面看，在一座孤峰绝壁上啊，竟然镶嵌着一座小庙。这座庙虽小，但是名气啊却很大。这就是晋城悬崖奶奶庙了。远远望过去啊，孤峰耸立，庙宇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，上山的路啊也是非常的陡峭。很难想象古人啊是怎么把庙宇修上去的。这个黄沙底村啊是位于太行山的深处，你看这周边呢全部都是大山，所以说进来的这条路呢也是很小，有些地方啊甚至是没有办法会车。那么庙宇里面供奉的奶奶又是何方神明呢？为什么放着平地不建，非要修建在悬崖上呢？又是谁出资修建的呢？那今天呢，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爬到山顶，揭秘这座藏在太行绝壁上的奶奶庙。走到这里，路就变窄了。你看，庙宇呢就是在这上方，这里全部都是台阶啊。来看一下这里，道路的两旁呢是种了很多核桃树，这个看起来啊很像是梨子，但其实呢是核桃。今天的天气呢又是很晒，但是在山西这边呢还好。只要有风吹过来，还是不会感觉那么热。如果现在这个时期啊，在广东的话呢，就会相当的闷热了。过了这一段水泥路，就要开始爬阶梯了。不过这个阶梯看起来呢，还是挺新的，像是在近些年啊，刚刚修上去的。所以说，在几十年前呢，我估计啊，爬一次奶奶庙呢，应该会很难走。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了，来看一下这里有一排房子。那这里呢就是黄沙底村了。除了这一排房子以外啊，其他地方全都是深山老林。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啊，到底有多么的偏僻。到了半山腰啊，还可以看到一块功德碑，落款是大清乾隆9年，也就是1744年啊。这块碑呢，就证明了这座奶奶庙啊，在清朝乾隆年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。那么碑上刻着的就是古代乡民啊捐资的姓名以及捐资的数额。这块碑同时也说明了这座奶奶庙啊，并不是由某个大财主修的，而是由村民啊共同出资修的。看完了石碑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上面走，看起来马上就要登顶了。看一下来时的路，我的车就是停在这个位置啊，一路呢从这边走过来，然后爬到这个位置。那这里呢就相当于是奶奶庙的山门了。你看这里呢还有一座小的庙呢。那么这位神仙呢，两只手都是拿着武器，就是相当于啊守护这个山门了。走到这里就相当的危险了。你看这个栏杆呢都是倾斜的状态，这边呢就是悬崖峭壁了，还有一些台阶，而且这个台阶呢和下方的台阶啊不一样。这里的台阶呢，它是在整个山体里面啊凿出来的。那么上了这个阶梯之后呢，就来到了奶奶庙了。大家可以看看周围的山势，现在上山啊都非常的费劲，更别说几百年前了。当年的路啊肯定没有现在的好，也没有现在的工程机械，所有砖瓦、石头、木料全部都要靠村民牛驮马运，人背肩挑，硬生生在悬崖孤峰上建起了这座小小的庙宇，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了。那古人为什么要修建这座奶奶庙呢？核心原因呢，就是老百姓最朴实的心愿了。古时候在太行山的深处，交通闭塞，物资匮乏，医疗条件呢更是几乎没有。那么以前住在山里的人呢，遇到天灾，身体出现问题，孩子夭折，那都是常有的事。村民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把所有的期盼啊都寄托在这座庙里了。所以说这座庙啊是全村人的风水庙。但现如今交通便利了，医学也发达了，要是身体不舒服啊，庙可以拜，但是医生也得看。既然叫做奶奶庙，那这位奶奶究竟是什么神仙呢？有些朋友啊会混淆晋城的2仙奶奶，
但是这座奶奶庙啊不一样，这里供奉的是白衣奶奶。那么这座奶奶庙的正式名称呢，是叫做白衣菩萨庙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啊是很新的样子，但是它的历史呢很悠久了，最早是在明代修建的，算下来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白衣奶奶啊，其实就是白衣送子观音了，也叫白衣大士。那么最早的时候呢，本地的民间啊是尊崇周文王的王后，称她为白子娘娘，主打的就是贤德庇佑、子嗣绵延。后来佛教文化传入了山西，慢慢的就和白衣观音的形象啊融合了，老百姓就统一亲切的称她为奶奶。在当地的习俗里啊，这位奶奶的职责呢就是送子保胎，护佑孩童平安，去病消灾，护佑全家顺遂。所以说几百年来啊，大家都是格外信奉这位悬崖上的白衣奶奶。也正是因为这份信仰啊，这里就诞生了流传几百年的古老习俗。每年的农历2月初9，就是这里固定的奶奶庙的庙会。在这天呢，周边10里8乡的村民呢，都会爬山上香，赶庙会，唱戏酬神，特别热闹。本地的老规矩啊，也特别有意思。上山许愿啊，大家都是求平安、求子嗣、求孩子的健康。要是愿望实现了，就会专程回来还愿，挂红布、添香火。老一辈的人呢，还有一个讲究，求子啊，可以请庙里的童子小鞋，红鞋代表生女孩，黑鞋代表生男孩，带回家放在床头，是当地人最朴素的祈福方式了，代表的就是一种心愿。最后来讲一讲为什么要把庙宇修在如此陡峭危险的悬崖绝顶上呢？我实地爬上来啊，也是深有体会。山路又陡又窄，爬上来还是蛮累的。那么古人执意要建在这里，不是为了为难自己，而是有着2层深意。第一呢，就是风水讲究。这座孤峰啊，是整片大山的其中一个制高点，因为高嘛，所以说离天很近。古人觉得在这里祈福啊，神明呢就比较容易感知到大家的心愿。而且这里呢是2手村子的水口，居高临下能够锁山聚气，镇压山野煞气，护佑全村的效果啊最好，是典型的神区绝顶、镇守一方的太行古建智慧。第二就是信仰诚心的考验了。老话总说心诚则灵，想要上香许愿啊，就必须要亲身翻越险山，攀登悬崖。艰难的登顶过程呢，就是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了。越难抵达，心意就越真，这就是古人对信仰最纯粹的敬畏了。这座奶奶庙的宽度呢，看起来啊，大概是有3.5米左右，而进深呢，其实也差不多，四四方方的一个造型啊。里面的空间呢，看起来应该不会超过8个平方米。那现在呢，就到后面来看看。在奶奶殿的后方呢，还有一座舍利塔。你看这里呢还可以爬上去，但是呢我并不想爬到这上面去啊，因为这里的另一边呢，它就是悬崖峭壁了，非常的危险。站在这个位置呢，让大家看一看。你看，这下面呢就是悬崖峭壁了，非常的危险啊，更加不应该走到这后面去。小小的一座悬崖孤庙，看似简陋，却藏着太行山古人全部的生活与信仰。400多年来风雨飘摇，这座几平方米的小庙孤零零地立在悬崖之巅，看遍了太行山河的朝暮变迁。它不是什么宏伟的古迹，却是山里一代代人用脚步、力气、真心垒出来的精神港湾。险峻的山路磨灭不了虔诚，小小的庙宇守护着村落岁岁安宁。这里就是晋城悬崖奶奶庙，山水藏风骨，烟火见人心。每一座小众古庙都藏着最动人的岁月坚守。